家好，欢迎来到 Learn Chinese on the Go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春节轻松听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轻松听中文。我是小美。我是大明。大明，你知道吗？很快就是春节了。是啊，春节真的很快就要来了。你喜欢春节吗？当然喜欢，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节日。对，很多人都很喜欢春节。小美，你春节想做什么？我想回家和家人一起吃饭。你呢？我也想回家。春节的时候，我喜欢和家人在一起。没错，春节是家人团聚的时候。小美，你觉得春节有什么特别的习俗吗？有很多，比如我们会吃很多好吃的。是的，吃好吃的很重要。你喜欢吃什么？我喜欢吃饺子，饺子很好吃。饺子，我也喜欢吃饺子。春节吃饺子非常好。除了饺子，还有年糕，年糕也很好吃。对，年糕也很有名。春节的时候，大家都会吃年糕。大明，春节的时候你会收到红包吗？红包？会的，我喜欢红包，哈哈。我也是，红包是长辈给晚辈的。是的，红包里面有钱。小朋友最喜欢红包了。对，他们会说新年快乐，然后收到红包。这是很有趣的习俗。小美，春节你还会做什么？我会看春节晚会，你呢？春节晚会我也会看，全家人一起看电视。对，一家人在一起看电视，很开心。小美，你觉得春节的气氛怎么样？我觉得春节的气氛非常好，很热闹。热闹，是的，很多人，很多声音。街上会有红色的灯笼，很漂亮。红色是中国的颜色。对，红色代表好运。春节的时候，大家都会穿新衣服吗？会的，很多人会穿新衣服。那你呢？你也会买新衣服吗？我当然会买，我喜欢新衣服。哈哈，我也喜欢。大明，你觉得春节有哪些声音？声音，有鞭炮声，鞭炮，对，鞭炮声很响。有点吵，但是很有节日气氛。没错，还有家人的欢笑声，对，欢笑声、聊天声，都是让人感到温暖的声音。小美，我们今天聊了很多春节，是的，春节真的有很多有趣的事情，比如吃饺子、收红包、看晚会，还有家人团聚、穿新衣服。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。对，下次我们再聊更多春节的故事。好的，下次见。再见。小美，上次我们聊到春节，你说下次要分享更多春节的故事，你有没有特别的春节回忆吗？有啊，我有很多开心的春节回忆。哇，快告诉我们。我记得小时候，每年春节我都会去爷爷奶奶家。听起来很温暖。是的，那时候家里总是很热闹。很多人。对，吃完饭大家会坐在一起聊天吗？对，他们会聊天。我最喜欢听爷爷讲故事。爷爷的故事好听吗？特别好听。爷爷会讲很多老故事，关于以前的事情。那些故事让你感觉怎么样？让我觉得很轻松，很开心。我常常听着听着就睡着了。哈哈，真是轻松听。对呀，那些声音，爷爷的声音，家人的笑声，都让我觉得很舒服。我懂了，这就是春节的轻松听吧？是的，那些安静的、温暖的时刻。除了听爷爷讲故事，春节的时候你还会轻松听什么呢？还有春晚。春晚，春节联欢晚会吗？对，每年除夕夜，我们一家人都会一起看春晚。电视上有很多唱歌跳舞吗？是的，有很多节目，有唱歌，有跳舞，还有相声。大家一起看春晚，感觉怎么样？感觉很热闹，也很开心。家人们在旁边说话，吃零食。那也是一种轻松听，对不对？完全是。背景里有电视的声音，有家人的声音。我明白了，春节的轻松听不只是安静的听，是的，它可以是热闹的，也可以是温暖的。对，我记得我家门外也会有鞭炮的声音。鞭炮，
就是砰砰砰的声音吗？对，虽然有点吵，但是它告诉我春节来了。哈哈，这是春节特有的声音。是的，这些声音都组成了我的春节回忆。所以，春节的轻松听可以是爷爷讲故事的声音，也可以是春晚的声音，还可以是家人的笑声和门外的鞭炮声。这些声音都让春节变得很特别。对，也让我们的心感觉很轻松。听起来，春节的轻松听真的很多样。是的，每个人可能喜欢听不同的声音。但目的都是为了轻松和快乐。对，和家人在一起，听到这些熟悉的声音，就觉得很幸福。小美，你分享的真好。谢谢大明。我也觉得春节的这些声音是很重要的，对，它们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。让人感到安心。是啊，我小时候每年春节都会听到很多声音，比如呢？比如奶奶在厨房里做饭的声音，锅碗瓢盆叮叮当当。哈哈，我知道，那是一种很温暖的声音。对，还有外面放鞭炮的声音，虽然有点吵，但是很热闹。那是春节特有的声音。是的，这些声音让我觉得家就是这样的，很舒服。真的，我也有这样的感觉。所以，春节轻松听，不只是听歌，更是听这些生活中的声音。听起来很有意思。那我们怎么才能更好的轻松听呢？我觉得有几个小方法。哦，快说说看。第一个是用心听，不是随便听听。用心听，怎么用心呢？就是当你听到这些声音的时候，停下来想一想。停下来，想一想。比如听到孩子们在玩，笑得很开心，你可以想啊，过年真好。我明白了，就是感受这些声音带来的幸福。对，就是这样。第二个方法是和家人一起听。和家人一起听，是的，和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一起听。比如大家一起看电视，听春晚的声音。没错，或者一起吃饭，听大家说话的声音。那种感觉真的很不一样。聊天、笑声都是很美妙的声音。我觉得这样轻松听会更开心。对，这些声音让我们觉得我们是一家人。是的，家人在一起就是最棒的。最后一个小方法是听自然的声音。听自然的声音，比如，如果你回老家，可能会听到鸟叫声或者风吹树叶的声音。哦，离开城市的喧嚣。对，这些声音能让人心里很平静。春节假期能去乡下走走，听听大自然的声音，一定很放松。是的，所以轻松听不仅仅是听，更是一种感受。感受生活，感受家人，感受大自然。没错，这也能让我们更好地享受春节假期。我现在觉得春节轻松听这个主题越来越有意思了。哈哈，是吧？不只是耳朵听，更是心里听。对，它让我想起了很多美好的回忆。希望大家也能找到自己的春节轻松听方式。我觉得这些方法都很实用。是的，很简单，但是很有用。我会试试用心听，和家人一起听，还有听自然的声音。很好，这样你的春节会更加轻松愉快。谢谢大明。不客气，我们下次再聊聊更多。大明，你说的这些方法，你去年春节有试过吗？当然有，我去年春节就特别注意听。哦，有什么特别的体验吗？有一个小故事。去年春节我回老家。老家很好啊。对，我家旁边有一个小公园，公园里有什么？公园里有很多人，也有很多声音。比如呢？有小朋友玩的声音，有鸟叫的声音，还有风吹树叶的声音。听起来很舒服。是的，有一天早上，我一个人去了公园。一个人？对，我没有戴耳机，也没有看手机。哦，你是想用心听。Bingo，我就是想安静地听一听周围的声音。感觉怎么样？
很特别。我听到了鸟叫声，很清脆。清脆。就是很清晰，很好听。哦，我懂了。我还听到了几个老人聊天，他们说家乡话。家乡话，你听得懂吗？有的能听懂，有的听不懂。但是我听他们的语调，觉得很亲切。亲切。对，那种声音让我感觉很放松，很温暖。这和你在城市里听到的声音不一样吧？完全不一样。城市里更多是车的声音，人的声音也比较快。我明白了，所以用心听能让你感受到更多细节。是的，而且那天早上我觉得心情特别好。只是听声音就能让心情变好。是的，它让我感觉和大自然更近了，和生活也更近了。哇，这真是个好方法。春节的时候我们都太忙了。是啊，忙着拜年，忙着吃饭，忙着玩手机，有时候会忘了停下来，好好感受一下。对，所以我建议大家春节期间找个时间，一个人去公园走走，或者去一个安静的地方。是的，然后用心听。这个故事很棒，大明，我听了也想去试试。你可以试试，你会发现很多平时没有注意到的声音。听起来很有趣。那家人一起听呢？你去年有和家人一起听什么吗？当然有，除夕夜我们一家人会一起看春节联欢晚会。哦，那个节目很有名。对，但是我们不是只看节目，我们还会听。听什么？听我们家人说的话，听他们开心的笑声。啊，我懂了，那也是一种听。是的，这种声音比晚会本身更重要。因为那是家人的声音。没错，家人的声音能带给你温暖和爱。这个我也很有感触。有时我们在一起，但都在玩手机。对，所以春节放下手机，多听听家人说的话，多听听他们的笑声。这是春节的真正意义之一吧？可以说是让你的心和家人更近。谢谢大明分享的这些小故事，让我对春节轻松听有了更深的理解。不客气，小美，我很高兴你喜欢。其实要做到轻松听，我还有几个小秘诀想分享给你。哦，小秘诀，快告诉我，我特别想知道。哈哈，没问题。第一个秘诀是多听老人的故事。听老人的故事，为什么呢？春节的时候，爷爷奶奶、姥姥姥爷都在，他们有很多故事的故事，那些故事很有意思，也很温暖。我懂了。听他们的故事，就像听历史一样。对，而且他们讲故事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很平静。是啊，手机上的信息太多了，太快了。听老人的故事，时间好像都慢下来了。就是这样，这是第一点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非常好，我回家会试试看。那第二个秘诀是什么？第二个秘诀是听春节的声音，春节的声音是什么意思？比如年夜饭准备时，厨房里做饭的声音。哦，还有大家一起吃饭时的说话声、笑声。完全正确，还有窗外的鞭炮声，如果你那里有的话。我们这里现在没有鞭炮了，但是有灯笼的声音，还有一些音乐声。是的，这些都是春节特有的声音，他们告诉你这是一个特别的节日。听这些声音会让人觉得很开心，很有节日气氛。我明白了，这让我想起我小时候。怎么了？有什么故事吗？小时候，我最喜欢听妈妈在厨房里做饭的声音，特别香。那是一种家的味道，也是春节的味道。对，所以听春节的声音，就是听幸福的声音。说得太好了。那么最后一个小秘诀，你猜是什么？听自己的心声，这个有点难。哈哈，不是那个。最后一个秘诀是听孩子们的笑声。听孩子们的笑声，这个我喜欢。春节的时候，家里有很多小朋友，他们玩游戏，很开心。
他们总是那么活泼，那么快乐。他们的笑声很有感染力，会让你也感到快乐。是的，小孩子很直接，他们开心就笑，不开心就哭。听着他们的笑声，你会忘记烦恼，变得轻松。我想起我小侄子，他总是跑来跑去，大声笑。对，那就是轻松听的一部分，简单的快乐。所以，大明，你的3个秘诀是：听老人的故事，听春节的声音，还有听孩子们的笑声。没错，小美，这3点都是希望我们能更用心去感受春节。这些秘诀都非常实用，也很温暖。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真正轻松听的春节。我觉得通过这些小秘诀，我能更好地享受春节了。太棒了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聊天的目的。谢谢大明，今天的分享真的很有用。不客气，我们还有一点时间。小美，你有没有想过，除了听，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来让春节更轻松？除了听，还有什么呢？这是一个好问题。我们可以先休息一下，下一部分再来聊聊这个。好的，那我们稍后回来。好的，我们回来了。大明，你刚才问，除了听，我们还可以做什么让春节更轻松？是的，小美，你有没有好主意吗？我觉得，首先我们可以提前计划。提前计划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早一点想好要做什么，比如什么时候买东西，什么时候去拜访朋友。哦，我明白了。如果早点计划，就不会很忙，也不会很累。对，这样春节就会更轻松。第二个，我们可以学会说不。说不，这有点难。有时候大家会请你做很多事情，如果你太忙，可以说不，谢谢。这需要一些勇气，但是为了自己轻松，可能真的需要。是的，还有我们可以分工合作。分工合作，这个好，大家一起做就很快乐，也很快。没错，比如你和家人一起准备年夜饭，每个人做一点，这样每个人都不会太累，也能享受过程。最后，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享受当下。享受当下。春节是一个和家人朋友团聚的节日，不要只想着工作或者其他事情，而是要好好的和家人在一起聊天、吃饭。对，享受每一个轻松的时刻。哇，小美，你说的这些真的很有用。提前计划，学会说不，分工合作，还有享受当下。希望这些小建议能帮助大家过一个轻松愉快的春节。我也这么想。听了我们今天的讨论，我对春节有新的看法了。太好了，大明，今天我们学习了一些关于春节轻松听的词汇，我们来复习一下吧。好的，我很喜欢复习。